你有沒有一種感覺，今年的雨好像和往年不太一樣？不只是台灣，從華南到日本，從中南半島到整個西太平洋，這個夏天的天空都顯得格外的沉，格外的重。氣象主播每天都在說梅雨锋面，說滞留，說剧烈降雨，可是很少有人告訴你這場雨的背後到底藏着什麼。而就在这樣綿密的雨聲裡，我翻開了一本1000多年前的古書，書名叫做《枕中記》。讀着讀着，我背後竟滲出了一層冷汗，因為這本書還有另一本和它同名的奇書，再加上一部藏在老黃歷角落裡的地母經，他們似乎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對着2026年的这個夏天留下了一句模糊卻刺骨的示警。而最讓人坐立难安的是，今天全世界最頂尖的气象科學家最近也說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話。古老的玄學和最先進的衛星數據竟然在這個火紅的馬年指向了同一個方向。那麼這究竟是千年難遇的巧合，還是說有什麼東西正在試圖把沉睡的我們從一場大夢中搖醒？我們先從那本最有名的《枕中記》說起。這本書的作者是唐朝的一位文人，叫沈季季。故事很短，卻流傳了1000多年，甚至變成了一句你我都聽過的成語，叫黃粱一夢。話說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有一個叫盧生的窮書生，科舉屢試不第，鬱鬱不得志，整天只能在田裡耕作。有一天，他走在邯鄲的路上，住進了一間小旅店，遇到了一位得道的老道士，名叫呂翁。盧生對着呂翁長吁短嘆，抱怨自己一個堂堂大丈夫，活在世上卻如此窮困潦倒，不能建功立業，不能出將入相。說着說着，他就困了。當時旅店的主人正好在灶上蒸着一鍋黃米飯，呂翁就從行囊裡取出一個兩端有孔的青瓷枕頭，遞給盧生，說：“你枕着我這個枕頭睡，保證能讓你稱心如意。”盧生把頭靠上去，恍惚間就看見那枕頭的孔越變越大，裡面透出光亮。他一頭鑽了進去，竟然回到了家。接下來是他做夢都不敢想的人生。他娶了清河崔氏的千金，家世顯赫，妻子貌美。第2年他就考中了进士，從此平步青雲，一路做官，從渭南尉到監察御史，再到起居舍人，外放又內調。而就在他做地方官的时候，發生了我們前面說的那件大事。他生性喜好土工水利，在陝西開鑿了80里的河道，疏通水路，造福一方，百姓刻石誦德。後來邊疆告急，吐蕃進犯，朝廷正缺領兵的將才，皇帝便派他出任河西節度使。他竟然也能領兵打仗，大破戎虜，斩首7000級，為國家開拓了900里的疆土，還築起3座大城來鎮守要害。邊塞的百姓又為他在居延山上立石頌功。你看，這已經是文能治水，武能安邦的不世奇功了。他回朝之後，恩寵極盛，做到了戶部尚書。可是樹大招風，他開始遭到同僚的嫉妒，被人用流言蜚語重傷，一度被貶到偏遠的端州去做刺史。但他命中注定大富大貴，3年之後又被召回，沒過多久，竟然當上了宰相，和蕭嵩、裴光庭這些名臣一起執掌朝政10多年，每日與皇帝親近，被尊為一代賢相。然而月滿則虧，盛極之後，又有同僚誣陷他與邊將勾結，圖謀不軌。一道聖旨下來，府吏直接衝到他家門口，把他抓了起來。就在這驚慌失措的一刻，盧生回過頭，對着妻子說出了整個故事裡最催人淚下的一句話。他說：“我家在山東，本來就有5頃良田，足夠我抵禦飢寒，我又何苦這樣拼命去求那功名利祿呢？如今落到這步田地，我多想再穿上當年那件粗布短衣，騎上那匹青色的小馬，走在邯鄲的那條路上啊，可是再也回不去了。”說完，他悲憤交加，竟然拔刀自刎，幸好被妻子一把救下。和他一同被牽連的人全都死了，唯獨他被人保住，免於一死，被流放到了荒涼的歡州。又過了好幾年，皇帝終於查明了他的冤情，再次把他召回，封他為燕國公，恩寵更勝從前。他的5個兒子個個都有才幹，都做了大官，娶的都是天下的名門望族，孫子也有10幾個。
他享盡了50多年的榮華富貴，良田美宅，家人名馬，要什麼有什麼。他活到80多歲，在皇帝最高的禮遇中，安詳地老死在家中。我請你特別記住故事裡的一個小細節，這個細節是整支影片的一把鑰匙。盧生在夢中做官，最讓他引以為傲的政績是什麼呢？原文寫得清清楚楚，他生性喜好土木水利之事，在陝西這個地方親自主持開鑿了一條80里長的河道，疏通了原本不通的水路，當地的百姓都因此得利，還刻了石碑來記載他的功德。你看，在這場人類工業的大夢裡，盧生最得意的竟然是治水，是把那不聽話的水引導馴服，讓他為人所用。這是不是很有意思？我們人類幾千年來的文明，從大禹治水開始，到都江堰，到鄭國渠，到今天那一座座巍峨的大壩，我們最引以為傲的，不也正是這份馴服洪水的本事嗎？我們以為水已經被我們關進了籠子，可是故事的結尾呢？盧生在夢中咽下最後一口氣的那一刻，猛地驚醒了。他發現自己還躺在那間破舊的旅店裡，呂翁就坐在他身邊，而灶上那一鍋黃米飯竟然都還沒蒸熟。整整80年的大富大貴，恩怨情仇，治水安邦，原來只是一鍋飯還沒煮好的功夫。盧生愣了很久，呂翁只淡淡地對他說了一句：人生的這一切順遂得意，也不過就是如此罷了。你品一品這個故事，我們今天的人類會不會也正躺在某一個青瓷枕上，做着一場一模一樣的大夢？我們以為我們的城市固若金湯，以為我們的科技無所不能，以為我們鑿開的河道，築起的高低，已經永遠地把大自然的脾氣關在了門外。我們以為這場叫做現代文明的盛世會一直延續下去，可萬一這也只是一鍋黃粱還沒煮熟的夢呢？萬一在某一個我們完全沒有防備的時刻，我們會猛然驚醒，發現那只被我們關進籠子的水從來就沒有真正被馴服過呢？沈濟濟在1000多年前把這個冷冷的問題藏進了一個枕頭裡，而真正讓我脊背發涼的是還有另外一本枕中記。他沒有在問問題，他在直接給出答案。是的，你沒有聽錯，歷史上有2本枕中記，一本是我们剛才講的沈濟濟那場關於人生如夢的預言，而另一本叫做孔聖枕中記，它的來頭就詭異多了。根據流傳下來的說法，這是一本託名於孔子所作的預言奇書，相傳是後人在孔子的枕頭裡發現的，所以才叫枕中記。它和沈濟濟那本的文學意境完全不同，它是一部硬邦邦的預言書，全書以60年為一個大循環，分成上元、中元、下元3個甲子，整整180年，逐年的對未來的天時、災異與人間時事做出預測。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較早版本是清朝同治、光緒以及民國年間的本子。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說，託名孔子的東西多了去了，這玩意兒準嗎？那我們就來看一段，看完你自己判斷。在2020年，也就是庚子年，全球爆發了那場改變了所有人生活的大瘟疫的時候，許多人翻出了這本孔聖枕中記，赫然發現裡面對庚子年的批語是這樣寫的：庚子疾病廣，虎狼滿山川，百錢換生米，河水沖斷船，早禾略興旺，晚稻收不全，秋冬豆麥熟，燕地蟲害田。你再對照一下那一年發生了什麼？一場席捲全球的疾病，這是疾病廣；世界各地的動盪與衝突，這是虎狼滿山川；許多地方的物價飛漲，糧食緊張，這是百錢換生米。而那一年從東非一路蔓延到南亞，逼近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邊境的沙漠蝗蟲大軍，還有在大陸四處啃食莊稼的草地貪夜蛾，這不正是那一句燕地蟲害田嗎？更耐人尋味的是河水沖斷船這一句。2020年的夏天，長江流域爆發了極為嚴重的洪水，多地告急。那一句1000多年前寫下的河水沖斷船，竟像是一句精準的天氣預報。而緊接在這段預言後面的，還有一段託名孔子弟子子貢的結語，大意是說，這一年天降瘟疫，地起狼煙，穀米昂貴，河水氾濫，要靠着安撫百姓，平抑糧價，團結眾人，才能渡過難關。你說巧不巧？事實上，懂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國的民間記憶裡，
庚子年向来就是一個帶着陰影的年份。我們往前數，1840年是庚子年，那一年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1900年又是庚子年，那一年發生了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1960年還是庚子年，那是一段全國性的大饑荒歲月。再到2020年的那場大疫，每一個庚子似乎都踩在了歷史的痛點上，這就是民間說的庚子之災。古人發現了這種隱藏在時間裡的節律，於是把它一年一年的記進了枕中。我知道講到這裡一定會有理性的朋友皺起眉頭，這會不會只是一種幸存者偏差？是不是因為庚子年剛好發生了大事，人們才回過頭去把那幾句模糊的詩硬套在上面？這個質疑非常有道理，我自己也常常這樣提醒自己。可是讓我感到不安的不是某一句詩的應驗，而是這整套以60甲子為骨架的系統，它背後所隱含的那個世界觀。古人相信時間不是一條平滑流淌毫無分別的河流，而是有結構、有節律、有起伏的，就像四季會輪回，潮汐會漲落。他們認為天地之間的吉凶禍福也遵循着某種以60年為周期的更宏大的呼吸，每一個干支都對應着這口大氣裡一個特定的位置。而你別忘了，我們今天用來預測聖嬰的科學，它的核心发现是什麼？恰恰也是周期。聖嬰每隔2到7年來一次，太平洋的海水冷暖更替，這本身就是一種節律。古人用甲子來記錄它，今人用浮標來測量它，兩者描述的會不會其實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了完全不同的語言？當你這樣一想，那本枕中記就不再只是一本迷信的小冊子，它更像是古人用最笨拙的方法為這個世界畫下的一張模糊卻執着的節律地圖。而當這張地圖的指針最終停在丙午年的時候，所有的線索都開始向同一個方向匯聚。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這套以60甲子為骨架的古老預言系統真的捕捉到了某種我們還不完全理解的天地節律，那麼當時間的指針從庚子走過了辛丑、壬寅、癸卯、乙巳，終於來到我們腳下的這一個年份的時候，他又寫了些什麼？我們現在所在的這一年2026年，按照干支紀年，它叫做丙午年，而恰恰就是这個丙午年，被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玄學典籍齊齊地打上了一個沉重的記號。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這個丙午年。在60甲子的排序裡，丙午排在第43位。論起陰陽五行，天干的丙屬於陽火，地支的午也屬於陽火，兩把烈火疊在一起，形成一股極其旺盛、極其燥烈的火性氣場，所以丙午年又被叫做火馬年。在中國和日本的傳統觀念裡，這種火氣太盛的年份被視為多變、多災、多動盪的象徵。它還有一個聽起來就讓人心頭一緊的別名，叫做赤馬。丙午這匹赤馬加上緊跟在後面的2027丁未紅陽年，合起來就是民間流傳已久的那個說法，赤馬紅陽節。在堪輿命理的傳統裡，回看歷史上靠近丙午丁未的那些年份，常常伴隨着政權更替、社會動盪與大型災禍。上一個丙午年是1966年，再上一個丙午年是1906年。那一年的廣東就發生了死傷慘重的丙午風災，日本人對丙午更是諱莫如深。上一個火馬年，整個國家的出生率都明顯下滑，因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民間禁忌纏繞着它。但是你以為丙午只是火，那就太小看古人了。真正的玄機藏在一個叫做納音的東西裡。古人覺得光說一個年份是金木水火土還不夠生動，於是他們用一套古老的音律理論，把60甲子兩兩配對，畫成30種更形象的意象。那麼這雙火齊燒、烈焰滔天的丙午年，它的納音是什麼呢？答案會讓你起一身雞皮疙瘩。丙午丁未這2年的納音叫做天河水。天河水，你細細品味這3個字，所謂天河，就是天上的銀河，就是天上的水。它代表的是一種從極高處傾瀉而下，澆灌萬物的水。一個天干地支都是純陽烈火的年份，它最深處的本質，它的靈魂，竟然是一片從天而降的滔天大水。這在古人的哲學裡叫做水火既濟，意思是极熱之中
必然蘊藏着極寒急躁的表象之下，潛伏着奔流的清涼。換成今天的話來說，這就像是在烈日炎炎、乾旱燥熱的表象底下，天空中其實早已積聚起了厚厚的、隨時可能傾盆而下的雨雲。火是這一年的外衣，而天上之水才是這一年真正的內核。一個外表被烈火灼燒，內裡卻被天水灌注的年份。你說，這樣的一年，會不會和水、和雨、和洪有着某種我們看不見的宿命般的牽連？如果說丙午納音天和水還只是一種抽象的意象，那麼接下来這部書就把話說得明明白白，幾乎是指着2026年的鼻子在示警了。這部書就是我們開頭提到的那本藏在老黃曆角落裡卻流傳了上千年的地母經。也許很多年輕的朋友沒聽過地母經，但你家裡如果有老人家，翻一翻那本厚厚的农民历通勝或是黄历，你常常能在春牛图的旁邊找到它。地母經全稱叫做黄帝地母經，它是一部以60甲子為循環的古代農事寓言書。它的格式非常特別，每一年都配有一首詩和一段卜辭。詩描述那一年具體的天时與農事景象，是旱是澇，是豐是欠；卜則概括那一年的吉凶大事。它的語言質樸無華，據說是古代的勞動人民根據世世代代對自然規律的觀察，口口相傳所總結出來的。它不講什麼高深的玄學，講的就是最樸素的，老天爺要下什麼樣的雨，要颳什麼樣的風，地裡能不能長出糧食，人能不能活下去。那麼這部上千年的古書對着我們現在所處的丙午年到底寫了些什麼？我把他的詩一字一句念給你聽。地母經的詩這樣寫道：太歲丙午年，春夏多洪水，滷味多疫災，谷熟易江冬，種植宜高地，低原遭水沖，天蟲見少司，桑柘見成籠，六畜多瘟疫，人民少卒中。念完這幾句，你不覺得後背一涼嗎？我們一句一句來拆解。開頭第一句也是整首詩的總綱：太歲丙午年，春夏多洪水。你看，它沒有拐彎抹角，第一句就點明了這一年最核心的天災洪水，而且它連時間都給你框定好了。春夏，春天和夏天正是火氣最旺的時節，按理說這樣的年份應該主旱才對，可是它偏偏說多洪水，這是什麼意思？這意味着這一年的雨很可能不是那種溫潤的潤物細無聲的細雨，而是突發性的破壞力極強的暴雨與洪澇。物極必反，陽氣過盛往往會引發陰陽失調的極端天氣，火急而生濕熱，熱急而生狂風暴雨。你再回想一下我們開頭說的，今年這場好像沒完沒了的梅雨，是不是正應在這春夏二字上？而地母經想说的是，這場梅雨恐怕只是一個開場，只是一段前奏。第二句，滷味多疫災，谷熟易江冬。魯地是古代的山東，魏地大致是今天的河南、山西一帶。這句說的是，在這些北方地區可能會多發瘟疫疾病。為什麼洪水之後會有瘟疫？因為大水之後環境變得濕熱，最容易滋生細菌與病毒。無論是古代的痢疾、瘧疾、霍亂，還是現代的各種流行病，都可能在大水退去之後乘虛而入。而江東，也就是長江下游一帶，糧食反而會有收成。你看，古人連這場災難的區域性差異，洪水與瘟疫如何接力，南方與北方的不同命運，都觀察得清清楚楚。接下來幾句更直白：種植宜高地，低原遭水沖。這是在給人指一條活路，種莊稼也好，安身立命也好，都要往高處走，因為那些地勢低洼的地方將要遭受大水的沖刷。對我們現代人来說，這已經不只是農業上的提醒了，它分明是在預警，那些低洼的城市，那些排水不暢的地段，那些河道的下游，都將面臨嚴峻的考驗。城市內澇、山洪、土石流，這些次生的災害，都藏在低原遭水沖這6個字裡。再往下，天蟲見少司，桑柘見成籠，六畜多瘟疫，人民少卒中，蠶絲減產，桑葉滯銷，連牲畜都多發瘟疫。而最後那一句人民少卒中，意思更是沉重，
他在說，這一年裡能夠平安善終的人恐怕會比往年要少。說完了詩，還有卜辭。地母經的卜辭寫道：馬首直歲裡，豐人好填桑，春夏須防備，種植怕流蕩，豆麥並麻粟，偏好宜高岡。卜辭的口氣稍微緩和了一些，他說，雖然是馬年，農桑之事仍有指望收成，這算是給了人一線希望。可是他話鋒一轉，春夏須防備，這5個字又一次直指那個最兇險的汛期。種植怕流蕩，怕的就是大水把田地都冲毀沖走，所以他再三叮囑，要種就種在高岡之上。你發現了嗎？從詩到卜，這部1000多年前的古書翻來覆去，反反复复，只在強調一件事，那就是水，那就是要往高處走。1000年前的字句正一個一個疊在我們今年這個格外沉重的雨季之上。到這裡，你也許會覺得這些不過是古人附會，是巧合，是一種讓人心裡發毛的文字遊戲。畢竟幾句模糊的詩怎麼可能真的算到1000年後的天氣？那麼請你跟着我把目光從這些泛黃的書頁上移開，投向真實的歷史。因為上一次當天空真的这樣大規模的打開，當那一片天河之水真的傾瀉而下的時候，留下的不是幾句詩，而是幾千萬具屍骨。那一年距離我們並不算太遠，那是1877年。在中國的史書上，這場災難有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叫做丁戊奇荒。因為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這場跨越數年的浩劫就以這2年命名。當時的山西巡撫曾國荃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他在奏折裡哀嘆，這是200多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大災。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去一點，看看這場災難是怎麼一步一步逼近的。其實早在1867年開始，流經山西、內蒙、河北、北京的那條永定河就變得極不安分，連年決口，短短9年之間竟然決堤了11次。這種反常的水患就像一個不祥的預兆。然後從1875年起，廣袤的華北大地畫風突然一變，從泛濫變成了赤地千里的大旱。到了1877年，旱情達到了極點，幾乎全年沒有一場有效的降雨，河流乾涸，土地龜裂，莊稼絕收，糧價飛漲。飢餓的百姓先是吃光了樹皮草根，後來連一種叫做觀音土的泥巴都拿來充飢，吃下去卻無法消化，活活脹死。再到後來，史書上出現了那2個最不忍卒讀的字，人相食。這場災難波及了山西、直隸、陝西、河南、山東等省，其中以山西最為慘烈。當時的太原府100萬人口，最後竟然死了95萬。整個災區受到嚴重影響的人口估計在1億6千萬到2億之間。這是什麼概念？這幾乎是當時全中國1半的人口都被捲進了這場饑荒，而最終直接餓死、病死的人數通常的說法是950萬到1300萬之間。2000多萬的災民被迫背井離鄉，四處逃荒。當時清政府派往山西賑災的大臣嚴敬明，在親眼視察了重災區之後，留下了這樣的記述。他說，眼睛所看到的全是面黃肌瘦、形容枯槁的人，耳朵所聽到的全是男人女人的哭嚎，枯乾的屍骨堵塞了道路，車子只能繞着屍體前行。奄奄一息的人發出微弱的呼救聲，望着地面就僵硬倒下了。整個山西在他的筆下已經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當時的報紙《申報》也報道，河南的災情不亞於山西，幾百萬的災民幾乎到了易子而食、吸孩而吹的慘狀。連遠在英國的傳教士李提摩太都跑來中國投入賑災，倡導成立了賑災委員會，從海內外募集了30多萬兩白銀，救濟了不下數十萬的災民。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楊震。當時的人們甚至開始反省這場災難的成因。山西巡抚張之洞後來上奏，認為丁戊奇荒之所以這麼慘，和華北許多地方廣種罌粟、荒廢了良田有着脫不開的關係。而最讓我心驚的是另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細節。在山西的原平一帶，1877年是夏季大旱，秋天冷霜，糧食絕收。可是到了第2年，也就是1878年，
這裡的部分地區卻突然遭到了暴雨和冰雹的襲擊，城裡的河水洪流暴漲，傾瀉而下，老百姓的田地慘遭沖毀。再到1879年的秋天，更是大雨傾盆，滹沱河、羊武河這些河流暴漲縱橫，大量的農田被洪水淤積毀壞，顆粒無收。你看明白了嗎？同一場聖嬰，同一片土地，先是把人旱死、餓死，緊接着又用一場大水把活下來的人沖垮，先旱後澇，水火交替。這不就是《地母經》那句太歲丙午年，春夏多洪水，堤源遭水沖，最真實、最殘酷的歷史注腳嗎？古人說的洪水從來都不是孤立的雨，它是一整套天地失序的連鎖反應裡最後也最致命的那一環。更殘忍的是，老天爺的折磨還沒有結束。到了1878年，旱情稍有緩解，可是長期的饑荒早已徹底摧毀了社會。一場大面積的瘟疫緊跟着向虛弱的灾民們襲來，河南幾乎10人9病，山西又有10之23的人死於疫病。而當人們以為苦難終於要過去，準備在1879年重建家園的時候，7月1日，甘肅武都又發生了一場震級高達8級的大地震，受災的範圍大部分都落在原本就已殘破不堪的旱災區裡。旱災、蝗災、瘟疫、地震，一環扣着一環，把丁戊奇荒推向了慘絕人寰的深淵。那麼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引發如此規模的浩劫？很長一段時間裡，這都是一個謎。但是後來，當人類終於開始理解地球的氣候系統之後，一個驚人的答案浮出了水面。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學者叫麥克戴維斯，他寫了一本震撼世界的書，書名直譯過來叫做《晚期維多利亞時代的大屠殺》。他在書裡論證，發生在中國的丁戊奇荒根本就不是一場孤立的中國式災難，它是當时一場席捲全球的超級气候事件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那幾年裡，同樣的災難幾乎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同時上演。印度、巴西、非洲，到處都是因為氣候巨變而引發的大饑荒。當這一切的死亡數字被加在一起，是一個讓人窒息的數字。全球超過5000萬人在這場氣候浩劫中失去了生命。如果按照今天的人口規模來換算，那相當於2億5千萬條人命。而引發這一切的元兇，那個躲在幕後操控着全球風雨的看不見的手，科學家後來給他取了一個名字，一個听起來溫柔的幾乎有些諷刺的名字，它叫做圣婴現象。圣婴 El Niño 這個詞來自西班牙文，意思是小男孩，或者說聖嬰耶穌。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溫柔的名字？因為幾百年前，南美洲秘魯和厄瓜多的漁民們最早注意到，每隔幾年，在聖誕節前後，他們家門口的太平洋海水就會異常的變暖，雨也跟着大量減少。因為時間總在聖誕節附近，他們便聯想到剛剛降生的聖嬰耶穌，於是用這個名字來稱呼這個古怪的現象。可是這個名字有多溫柔，他的脾氣就有多暴烈。簡單來說，聖嬰現象就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部與東部的海水表面溫度發生了異常的升高。你可別小看這幾度的海溫變化，海洋是地球這口大鍋裡最大的一塊蓄能板。當這一片廣闊海域的溫度升高，原本穩定的由東向西吹拂的信風就會減弱，甚至反過來吹。而這股龐大的海洋熱能一旦釋放進大氣層，就會像推倒第一塊骨牌一樣，徹底改變全球的風雨格局。說得更具體一點，在正常的年份裡，赤道太平洋的上空有一個巨大的看不見的空氣循環，科學家把它叫做沃克環流。它就像一條橫跨整個太平洋的空中傳送帶，在西邊溫暖的海面上把空氣往上抬，帶來豐沛的降雨，再到東邊涼爽的海面上沉降下去，造就乾燥的氣候。可是，一旦聖嬰來臨，東邊的海水變暖，這條空中傳送帶就會錯位、紊亂，甚至整個翻轉過來。原本該下雨的地方變得乾旱，原本乾旱的地方開始狂下暴雨。一個發生在赤道海面上的溫度變化，就這樣透過大氣這座橋梁，把它的影響力傳遞到了地球上每一個遙遠的角落。這就是為什麼太平洋上幾度的海溫能夠決定萬里之外是旱還是澇，是豐還是欠，
是生還是死？而當我想到這裡，一股巨大的歷史悲涼就湧上了心頭。你能想象嗎？在1877年，全球那超過5000萬最終走向死亡的人們，他們從生到死，自始至終都活在這台巨大的看不見的气候机器裡面，卻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他們不知道夺走他们糧食與生命的是萬里之外一片海水的異常升溫。他們只能仰望天空，以為這是上天降下的懲罰，是無常的天意，是某種神明的震怒。他們跪下來祈雨，他們易子而食，他們在絕望中死去，卻連那個正在殺死他們的東西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人類一直要到1980年代之後，才真正搞懂了聖嬰的運作原理。而在那之前漫長的幾千年裡，我們的祖先所擁有的就只有那一套60甲子的節律，那一本藏在枕頭裡的寓言，和那一首寫在老黃历上的地母經。那是一種没有機器、没有公式的，純粹靠着世世代代的觀察與記憶所沉澱下來的對天地呼吸的樸素感知。古人用詩記下了這頭怪獸的脾氣，卻看不見它的真身。而我們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代能夠一邊站在這台機器的肚子裡，一邊親眼看着它如何運轉的人。這是我們的幸運，但會不會也正是對我們的考驗？它會讓本該下雨的地方滴雨不降，陷入焦灼的乾旱與野火，又讓本該乾燥的地方被傾盆的暴雨與洪水淹沒。1877年的中國遭遇的是它帶來的極端乾旱，而地球的另一些角落，比如南美洲，則在同一時間被它帶來的滔天洪水所吞沒。乾旱與洪水，饑荒與瘟疫，這正是聖嬰現象一體兩面的猙獰。而且這頭怪獸離我們並不遙遠，它就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裡一次又一次地發作過。1982到1983年那場超級聖嬰在全球造成了至少80多億美元的損失，奪走了2000多條人命。1997到1998年的那場讓印尼陷入嚴重的霾害，連亞馬遜的熱帶雨林都燒起了大火。而最讓台灣人記憶猶新的是2015到2016年的那場超級聖嬰。那一年，台灣同樣沒能置身事外。2015年的10月，台風特別多，南部還爆發了嚴重的登革熱大流行。緊接着到了2016年的1月下旬，竟然又來了一場帝王級的寒流，霸王級的低溫造成了嚴重的農漁業損失。你發現了嗎？又熱又有台風，又有疫病，緊接着又是極端的酷寒。這還是那個熟悉的配方，極端的天氣在天平的兩端瘋狂擺盪。聖嬰從來就不只是別人家的事，它每一次發作，台灣這座海島都首當其衝。而超級聖嬰這種等級的怪獸，平均要10年甚至更久才會出現一次。回顧過去，上一次達到這種破門檻強度的，就是剛才說的2015、1997、1982這3場。它就像太平洋這口巨大的高壓鍋，把常年累積的熱能與能量在某一個臨界點猛烈的一次性釋放出來。這是一場真正具有行星尺度影響力的事件。而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根據預測，很可能比這3場裡的任何一場都還要兇猛。你發現了嗎？這簡直就是地母經那幾句詩的現代科學版本。春夏多洪水，低原遭水沖。這不就是聖嬰帶來的暴雨與洪澇嗎？滷味多疫災，六畜多瘟疫，這不就是大災之後必然爆發的流行病嗎？世界衛生組織早就指出，聖嬰現象至少和2大類傳染病密切相關，一類是靠蚊蟲傳播的瘧疾與登革熱，另一類是引發腹瀉的霍亂。又暖又濕的氣候，正是這些病媒最喜歡的溫床。1000多年前那個寫下地母經的無名氏，他當然不懂什麼叫太平洋海溫，什麼叫信風環流，可是他用最樸素的觀察，用60甲子的節律，竟然捕捉到了同一個天地的規律。古老的玄學與最前沿的氣象科學，在這裡奇妙地重疊在了一起。而現在，請你坐穩了，因為我要告訴你的是這支影片裡最讓人心驚的部分。當我們把目光從1877年那遙遠的歷史拉回到我們腳下這個真實的正在進行中的2026年的時候，那個沉睡了許久的元兇，那個曾經奪走5000萬條人命的聖嬰，他又回來了。而且他可能正以人類有觀測記錄以來
最猛烈的姿態回來。事情是這樣的，在2025年到2026年初，太平洋本來還處在一種叫做反圣婴的偏冷狀態，年初的时候則一度回到中性。可是就在這之後，海水溫度開始急速的反常的飆升，各國的氣象機構，包括世界氣象組織、美國的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都觀測到赤道太平洋的海溫正在以驚人的速度上升。然後就在不久之前，2026年6月11日，美國的气象單位正式發布了聖嬰現象警報，這是2年多以來地球第一次正式進入聖嬰狀態。但真正讓全世界科學家屏住呼吸的，不是聖嬰回來了這件事本身，而是它即將達到的強度。根據6月份最新出爐的集合了全球各大氣象模型的超級預測，結果近乎駭人，幾乎每一個模型都預測這將是一場至少達到強等級的聖嬰，而其中絕大多數都指向了一場非常強，甚至可能是破紀錄的超級聖嬰。具體一點說，有預測指出，這次聖嬰有超過60%的幾率會讓關鍵監測海域的海溫比正常值高出攝氏2度以上，一旦突破這個門檻，就會被定義為非常強的聖嬰。更驚人的是，在13個主要的模型預測裡，竟然有11個都達到了超級聖嬰的高標，還有8個預測這場聖嬰的強度將會超越1982到1983年那場曾經創下歷史記錄的超級聖嬰。換句話說，我們即將面對的很可能是一頭比歷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巨大的怪獸。預測顯示，到了今年秋天到冬天，當它達到頂峰的時候，部分海域的海溫異常可能高達正常值以上攝氏4度多。這還不是全部，美國太空總署最近偵測到，由於海水大量增溫膨脹，太平洋的海平面正在明顯上升。氣象學家們列出了一連串具體的衝擊預測，美國的西南部、加州還有墨西哥灣沿岸將面臨大規模的大氣河流事件。簡單說，就是天空像被劃開了一道口子，把海量的水分傾倒下來，造成嚴重的洪災。今年5月，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氣溫就已經飆到了攝氏41度，一邊是炙烤，一邊是洪水，這正是聖嬰那一體兩面的猙獰。世界氣象組織還預警，在這個夏天，全球幾乎每一個地方的氣溫都將高於正常值。南亞的季風雨將會偏弱，非洲之角的部分地區則將陷入乾旱，乾的地方更乾，濕的地方更濕，整個地球的天平正在被這頭怪獸猛烈地搖晃。而最讓人脊背發涼的是，今天的科學家們在描述這場2026年的超級聖嬰時，主動翻出來作為對比的那個基準年，正就是1877年。有研究指出，今年海洋溫度的異常程度已經顯著超過了當年那場引發全球大饑荒的水準。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更強版本的同類事件，只不過這一次全球的人口比1877年的時候多了60幾億，所以才有媒體推算，假如1877年那樣的悲劇按比例重演，死亡人數恐怕会高達2億5千萬。這個數字不是科幻，而是把歷史的傷疤貼在今天的人口地圖上算出來的一個冰冷投影。當然，科學家們也保持着應有的審慎，他們指出，在每年這個季節做預測，會遇到一道叫做春季可預報性障礙的難關，所以這頭怪獸最終的強度和登頂的時間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聖嬰也不全是壞事，比如它會壓制大西洋的颶風生成，所以今年大西洋的颶風季預計會偏弱，但與此同時，它又會讓東太平洋與中太平洋的風暴活動大大增強。換句話說，這頭怪獸不會均勻地對待這個世界，它會用一隻手按住一個地方的風暴，又用另一隻手在別處掀起更大的滔天巨浪。它帶來的從來不是整齊劃一的災難，而是一場全球性的東邊大水西邊大旱的劇烈失衡。現在讓我們把所有的線索全部擺在桌面上。1000多年前的地母經在丙午年的條目下寫着春夏多洪水，滴園遭水沖，托名孔子的孔聖枕中記，用60甲子的節律記錄着一個又一個應驗的災年。丙午這個年份本身雙火為表，那因卻是從天而降的天河水。1877年的那場丁戊奇荒，用5000萬條人命
為我們示範了當聖嬰這頭怪獸全力發作時，世界會變成什麼模樣。而現在，就在2026這個丙午年，就在這個被古人反復標記的年份裡，現代科學的衛星與浮標正親眼看着一頭可能破紀錄的超級聖嬰在太平洋上一天天地長大，並預測它將在今年的秋冬達到它最猙獰的頂峰。千年前的詩，歷史上的血，與此刻天上的雲，竟然指向了同一個方向。而我們此刻窗外，這場好像怎麼也下不完的梅雨，按照這個邏輯，它真的就只是一段前奏，一聲序曲而已。說到這裡，我相信你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樣沉重，但是我必須在這裡給你一個非常重要的反轉，因為如果這支影片到這裡就結束，那它就只是在販賣恐懼，而那不是我想做的事。古人留下這些預言，從來都不是為了詛咒我們，而是為了警醒我們。所以，我們必須冷靜地問自己一個問題：2026年的我們，真的就是1877年的翻版嗎？答案是，並不完全是。這正是希望所在。1877年那場浩劫之所以如此慘烈，有一個關鍵的原因，那就是當時的人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以為這只是上天降下的懲罰，是無常的天意。他們無法預測，無法理解，更無法提前準備，只能在絕望中被動地等死。研究者也指出，當年的殖民統治更是徹底破壞了当地社会原有的應對氣候災難的緩衝機制，這才讓災難的後果被無限放大。可是今天的我們手裡握着1877年的人們做夢都想不到的東西。我們對聖嬰現象的理解，在1982到1983年那場超級聖嬰之後，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1986年，科學家率先提出了聖嬰的預測模型。如今，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人類布下了超過4000個即時觀測的浮標，每時每刻都在監測着風速、氣溫、海水鹽度的細微變化。我們能夠提前好幾個月就預知這頭怪獸的到來。報道也指出，像1877年那樣因為氣候而引發數千萬人死亡的人間慘劇，在今天已經很難重演，因為當年那些加劇災情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因素，大部分都已經不復存在。我們有了全球的糧食儲備，有了跨國的救援體系，有了堤防，有了預警，有了能夠把幾百萬人提前撤離的能力。這就是預言與預測之間那道最根本的分野。古人的預言告訴我們大水要來，卻無能為力。而今天的科學預測不僅告訴我們大水要來，還告訴我們它什麼時候來，從哪裡來，有多大，讓我們有時間搬到那高崗之上。蒂姆經說，種植宜高地，偏好宜高崗。這句1000年前的叮嚀，今天的我們終於有能力真正做到了。對我們住在台灣的人來說，這份叮嚀更是格外貼身。我們腳下的這座海島，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座被工程馴服出來的島。我們把城市蓋在河口的衝積平原上，把家園建在填海造出來的低洼地裡。我們依靠着一座座水庫來蓄水，依靠着一道道堤防來擋潮，依靠着無數的抽水站與排水系統，才換來了平日裡的歲月安穩。我們就像那個在夢中鑿河80里的盧生，憑着一身治水的本事，把這座原本台風水患不斷的島嶼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樣，並且為此深深的引以為傲。可是當這頭破紀錄的超級聖嬰真的全力發作，當那一片天河之水真的傾瀉而下的時候，我們這一整套精密的治水大夢到底經不經得起考驗？那些低原之地，那些我們以為已經萬无一失的排水管道，會不會在某一個暴雨的夜裡突然提醒我們，水從來就沒有真正聽過我們的話？這不是要嚇唬誰，而是地母經那6個字：低原遭水沖，正穿過1000年的時光，輕輕地敲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窗戶上。可是講到這裡，我又想起了開頭那本枕中記，想起了那場黃粱大夢，想起了那個在夢中費盡心力鑿河治水，最後卻發現一切只是一鍋未熟的黃粱的盧生。於是我心裡升起了一個更深也更不安的疑問：我們真正的危險到底是什麼？我想，我們真正的危險或許從來就不是那場即將到來的大水本身，畢竟水患年年有，
文明在一次次與洪水的搏鬥中，反而變得越來越強韌。我們真正的危險是那場黃粱夢裡的名為自滿的沉睡。盧生在夢中鑿開了80里的河道，百姓刻石頌德，他何等的志得意滿，以為自己功業千秋。可他終究還是要面對夢醒的那一刻，要面對那鍋連煮都還沒煮熟的黃粱。我們人類最引以為傲的那些工業，那些大壩，那些城市，那些我們以為已經將自然徹底馴服的鋼筋水泥，在一個比我們古老億萬倍的地球氣候系統面前，會不會也只是一場夢中的鑿合？地母經、孔聖枕中記，這些古老的書，他們真正想問我們的，恐怕從來都不是這一年到底會不會發大水。他們真正想問的是，我們會不會在這場叫做現代文明的盛世大夢裡睡得太沉、太香，以至於忘記了我們腳下的這片大地、這片天空、這片海洋，從來就不是溫順的奴僕，而是隨時可能甦醒的遠比我們強大的存在。那只被我們關進籠子的水，從來就沒有真正被馴服。我們所有的歲月靜好，不過是它恰好還在沉睡而已。所以，當這個丙午年，這頭超級聖嬰，這一場可能應驗了千年預言的天河之水，真的向我們走來的時候，它或許不是來毀滅我們的，它更像是呂翁手裡的那個青瓷枕，是來把我們從那場太過甜美的大夢裡輕輕的卻又用力的搖醒，讓我們再回到此刻，回到窗外，那場梅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着。沈寂寂在1000多年前把人生如夢的冷峻藏進了一個枕頭，托名孔子的智者把六師甲子的天地節律記進了另一個枕頭，而那位寫下地母經的無名氏則把對丙午年那一句春夏多洪水的示警留在了千家萬戶的老黃曆裡。1877年那5000萬個逝去的生命沉默地躺在歷史的紙頁中，而此刻在我們頭頂之外，那遙遠的太平洋上，一頭可能破紀錄的超級聖嬰正在悄悄地一天天地強大，並將在這個秋天與冬天迎來它的頂峰。這一切究竟只是一連串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還是說從那本古老的枕中記開始，一直到今天頭頂的衛星，真的有某種跨越了千年的東西在反復的、耐心的試圖向我們傳遞同一句話？我不知道答案，也許永遠沒有人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當古老的預言與最尖端的科學在這個火紅的丙午年如此清晰的共鳴的時候，我們能做的或許不是恐慌，也不是嘲笑，而是讀懂那句藏在所有古書深處最樸素的叮嚀：往高處走，然後睜開眼睛，別再睡了。因為這一次，我們和盧生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我們還有機會在那鍋黃粱徹底煮熟，在那場大夢徹底結束之前，真正的清醒過來。那麼，你準備好從這場大夢裡醒過來了嗎？